们知道从零上15度到零下30多度的感觉吗？这是一场跨越50多度的温差挑战。如果你没有体验过，我希望你可以陪着我一起看完这个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深圳。那现在深圳的温度是16度。我们现在马上要去中国最北的首府城市哈尔滨，跟我一起出发吧。从深圳飞往哈尔滨，距离大约2700多公里，飞行时长大约4个小时左右。不过一到冬天，两地的温差简直就像两个世界。好在呢，你落地之后呢，哈尔滨它的机场里面有更衣室，可以让你非常充足的换上厚衣服。大家下飞机之后，这里是有更衣室的，一共2个。哎，这里一个，这边一个。太冷了，哈尔滨太冷了。有水、蜜雪冰城雪人，数据线充电宝，正宗哈尔滨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这边，超级冷，看这个烟雾。现在的话，现在的哈尔滨是-23度，我刚从深圳过来，这里很温暖。现在太冷了，我手都快冻僵了。我们去逛一逛吧。它这边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彩灯，这个还是蛮好看的吧，算是蛮好看的。然后人很多，每个人都穿了各种各样的雪地靴。这边是彩灯，建筑。看，这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。说了。那着急工作的。好。外头这1礼拜头，朋友我这玩意儿，这景就特别厉害。实际上呢，它也是一条步行街来的，是那种欧式建筑的一条街。中间这里装饰图的挺好看的。现在就买一下。太冷了，然后从那个飞机到下来到现在没吃饭，打算先去找个吃的，然后再继续逛。哈尔滨怎么这么热啊？这么热，真的适合来旅游吗？而且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雪，就是现在它在哈尔滨，现在它没有下雪，现在它是有一些雪，但是呢，那雪是在路边的那些小雪。是一家铁锅炖吧，说是必吃吧。是个铁锅炖大鹅，锅蛮大的。铁锅炖。Day 2。大家如果到哈尔滨的话，这个那边它有个旅游服务社，它就是可以给你寄存行李的，就是在这里。你就搜索这个地址就能收到的，然后里面的话大的小的都能存，很方便，然后可以到晚上8点之前拿走就行了。就在刚刚那个寄存行李的旁边啊，它是在松花江旁边。哇，这是松花江都结冰了，你们看，真有意思。对，晚上好像是可以看日落吧，好像挺漂亮。他们好像晚上来这里看日落，还有火车呢，去那边，那边还有火车，而且那边拍照应该好看。哇，都结冰了，好冰啊！刚刚摸的时候怎么没有很冰啊？它在去冰哎，这个现在到底在雕什么？它这个冰雪嘉年华进来都不用钱的，但是呢，玩那个项目，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覆盖收费。
Love slowly and heavily. 再去看看。滑，游玩时请您注意脚下。人倒是不少，但是它这个地板就是以前那个松花江结冰的，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。会有点滑。 East Harbin Sun Harbor. Unsuccessful canopy. I really miss you that. Would you come over extra for 透明的是原来松花江的那个江的那个水啊，旁边的白色是那个下雪，下雪之后呢，雪覆盖在上面就变白白的。这里就是一块，就是明显被人铲过之后露出来，旁边都是白白的，它是雪被铲掉。你们说这个结冰之后，下面的鱼怎么办？被冬眠了吗？豆包，松花江冻住之后，鱼怎么办？鱼会冻死吗？ 松花江冻住之后，鱼不会被冻死，主要依靠这2种方式跃动：一，冰层下方的水体不会完全冻结，底层水温能维持在4摄氏度左右，鱼会游到深水区，降低新陈代谢速度，减少活动和耗氧量；二，部分鱼会钻进水底的淤泥里，进一步减少能量消耗，同时冰层下的水草、微生物会产生少量氧气，满足鱼的基本呼吸需求。 那个松花江。 to avoid sleeping and falling?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多好，买个这个拖的，第8届哈尔滨松花江什么都能拖。天脸路滑，游玩项目挺多的，有这种冰上自行车，还有这种爬鱼。 to avoid sleeping and falling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假狗拉雪橇。速度减震，限时再玩。第8届哈尔滨松花江我坠机了，好多雪啊！游玩时注意脚下，小心那些，千万不要滑倒。一铲就是一大堆啊！感谢的理解与配合。再来。我挑一块硬的。你看这一块跟石头一样，其实也没有啦，不是很硬。我在哈尔滨看到最多的是蜜雪冰城了，又看到一个蜜雪冰城的分店。等等，蜜雪冰城。那边还有一个，就在对面。这里还有一只雪王，哎，真是就在那个哈尔滨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的下面，到处都是蜜雪冰城，到处都是雪王。那往前走呢，就路过这个中央大街，一直走，差不多就能到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，走个差不多20多分钟吧。这是他们这边的俄式建筑，还蛮好看的，圣诞氛围蛮足的，好多圣诞树呀。一排都是圣诞树。我照一照。配合我。马迭尔冰棍，要2个原味的。2个冰棍，买了2个马迭尔冰棍，哈尔滨这边的特色。这个马迭尔冰棍呢，据说是以前的犹太人在哈尔滨开的一个冷饮店，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冷饮品牌之一。这样，就是奶味很重，
但是在哈尔滨吃冰棍，好像没有那么冷了。我以为在哈尔滨冰棍就是会很冷的那种。可以看得到吗？我的帽子都结冰了。今天哈尔滨应该负20多度吧？昨天负30多度的时候结冰也，哈尔滨现在负20多度也结冰。看这帽子，我的天哪，好冷啊！哈尔滨。哈尔滨真的除了马路上到处都是雪，南方人的福音啊！但是哈尔滨的树都是光秃秃，好看死了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哈尔滨的树光秃秃吗？我查了一下，主要是因为呢，他们这边天气太冷了，它的土壤啊都冻住了，所以呢，他们这边的树木根系啊吸不到水。它留着叶子呢，只会把它的水分白白的浪费掉，所以实际上这些树啊，它也是需要过冬的。所以除了像松树啊、云杉这类的针叶树啊，基本都是要过冬的。所以像圣诞树啊，现在也都是松树啊，就是因为它们还有叶子啊，其他树要冬眠了，像小动物一样也需要冬眠的。你说人类为什么不需要冬眠呢？是因为人类有吃有喝的吧。打算先吃个午餐，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看到有个饭店，还有团购，去试一下吧。哦，这个竟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，华族饭店。这家店环境还可以，然后价格也不贵。我用那个团购吧，61块钱点了一个套餐，一个锅包肉、蛋花汤，还有个手撕鸡和米饭，不多，应该够吃吧？他们说这边分量比较大一点，试一下。东北这个菜的分量还挺大的，一个一个的。你看这个杯子就正常大小杯子，然后这家菜分量挺大的。这里面呢一共才61块钱而已，有这么大。这是手撕鸡、锅包肉、蛋花汤。吃完了，重新回到全身包裹非常紧实的状态。因为它东北呢，它室内和室外有温差的，它室内有暖气，室外是没有暖气。就基本进去之后呢，把衣服脱掉，它就没有那个包裹的非常严实。感觉这一路上那种前苏联风格的建筑可真不少。那都是上个世纪建的吧？哈尔滨博物馆。过来！你叫起来了，大家看，这就是索菲亚大教堂，好看吗？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，特别是下过雪更好看了。你看上面雪覆盖在上面。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座典型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，它始建于1907年，曾经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拜占庭式的东正教教堂之一，也是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老建筑。冬天的哈尔滨天黑的格外早，几乎在3、4点天就已经黑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在4点前去松花江大桥去看一场日落。大家看，这是好多人呐，都是人。不过呢，现在日落了，晚霞好漂亮，因为人太多。连在我这里。低一点。好多人呐，人山人海。这是一个铁桥。后面这个桥是最不受欢迎，没有人拍。这种车道不能拍怎么样？想拍就拍。
好看吗？感觉有一种吊死狗。哈尔滨的天黑的可真早，现在才4点19分，差不多天要黑下来了。天黑了，明天见吧。明天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——横道河子。如果你也打算来横道河子，坐高铁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。1个半小时的高铁站就能把你送到横道河子东站，并且一路上的风景真的非常的美丽，可以让你欣赏到非常漂亮的北国风光。这里只有在这个长车这边才没有什么人，有一个很大的窗口可以拍到这个高铁的雪景。蹲在这里拍，有些尴尬。好多人来横道河子，一整节车厢几乎一半都要清空了，大部分人都下车。高铁之后，门口基本只有出租车，在这里是打不到网约车的。去横道河子的镇上，一般拼车1个人5块钱，如果单独包车就要20块钱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打算先去附近的虎园，那就可以坐大巴车，3块钱一位。3块钱。东北虎园，人还是挺不少的。就刚才上车的时候，好多人一直挤，然后一边开车，就是车都开了，那些人还一直往上挤，太危险了。雪都现在的雪都蛮厚的。刚刚在那个火车站那边有个洗手间，人超级多。实际上，你来这个东北虎园这游客中心这旁边啊，就是也有厕所，然后人还没那么多，特别是女性用户。这有个公共卫生间，这里的人少一点，可以来这边再上，那边人真超多，排队很长。你们那边坑位少，这边多一点。买了张票，50块钱1个人，然后拿了一个介绍卡，在那边买厕所窗口，50块钱1个人。出来的话还要买个10块钱的车票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走。经营区。现在我们车型右侧方这边是步行参观区，这里面有光谱长廊、虎子町乡民宫、虎文化科普广场、黑熊、棕熊、草原狼恐惧园都在这个区域。它这个园区老虎挺多的，整个园区有300多只老虎。把我钱拿走了。他们可以喂老虎。真不错。为我发声，为我发声。20。好饿。横道河子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防御基地之一，也被称为中国雪乡。这里可以坐观光车近距离的看老虎在雪地活动，然后再走一走观虎走廊。整个园区并不大，1-2个小时就可以逛完。特别是冬天来，你可以在这里拍一拍照，不一定是拍老虎，也可以是拍一下你自己。各种儿童玩具，烤鱿鱼，这里的树都是光秃秃的，只有松树很茂盛。松树到了冬天它也不掉叶子，其他树都掉。啊，这是松树啊，那圣诞树的感觉。现在打算去下一站。从虎园打车到这里，1个人5块钱，但是如果包车的话就是20块钱。对呀，这边有可能。就是有化春。
这是一个俄式风情的小镇，应该算是前苏联风格吧。好，他们这边黑龙江这边的那种小屋啊，都喜欢刷的黄黄的。听说呢，是因为在这边一年到头呢是雪季比较多，比较黄色呢暖暖的，就跟太阳一样，所以他们喜欢刷成黄色。上面是一个教堂，看这黄色的小房子，好看吗？哦，教堂到了。在旁边堆了几个雪人，丑丑的，丑萌丑萌的。俄式的教堂，这样圆顶的东正教教堂。中东铁路博物馆。门道河子中东铁路博物馆实际上是由一座100年的东正教教堂改造而成。这座教堂叫做圣母敬教教堂，建于1902年。后来这个教堂就不再做宗教的用途，2021年被改造为中东铁路博物馆的一部分。中国文化遗产来的，整个都是木质的。都是以前上个世纪的吧。哦，现在它是一个博物馆，中东铁路博物馆教堂，全都是木质的。那边有火车呢，看一看。来，好。雪乡，加后润吧。这里是那个俄罗斯老街，然后就是卖货的一条街。再往前面走是那个门道河子的老火车站，很多人在这拍照，要合照一张。你是来有啊？这是老火车站。没有牌匾啊。有一些人在拍照，还不到。然后你就在这个老火车站旁边，这有个隧道口过去。但真是人才，这样的地方也能来拍个好看的照片。哇，到了冬天啊，这个河都结冰了，河都可以随便踩、随便走。哦，那它还有一些小溪流还没结冰的耶，真有意思。去完那个老火车站，你就去那个爬那大山坡，就这个坡往上走，然后就能看到它这个小镇的全景。那个拍照是蛮好看的，蛮上镜的。真的吗？你不知道。走喽，这个山坡竟然还20块钱一个人，想去拍一下小镇的全景而已。估计他们是想拍秋景车啊那些，为了出片吧。哎。啥都要收费。
是那个网红的那个铁道口，人还行吧，有一些人，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来看，就是这个网红铁道，就是说有时候会有火车经过，然后在这就这个地方拍照好看。火车要来了。在这个横道河真的蛮商业化的，只要立个院子啊，都会立个，然后个个要收费，这里20，那里30。然后刚才跟那个司机聊天，他说，就以前商业化之后，今年人少了一点，看人还是很多。去年的话，他说有6000多人，今年只有300多人。在这个铁道口附近随便走走吧。特别想进城村里面的小巷看一看，外面实在是太商业化了。这里是他们的居民楼吧？积雪好厚。我跳个飞机拿不完的。很多那种独门独户的小院子，里面小房子。这里面逛一逛，外面也很多了，外面都是很多人来拍照的，真的热。手冻僵了，就不应该挑这个时候来。你们下次要看一下温度高一点的时候来，但是温度高一点，它雪又没这么厚。哎，走一走到那个上面去，看看能不能拍到那个从上往下拍的效果，因为其他那种半山腰啊，全部被收起来收费了。出来看到一个横道最高点，估计也是私人住宅，这是个人立的吧。实际上啊，你在这条马路上，感觉可以拍到那种半山坡那种的效果吧 ，maybe。现在也拍不到，还是跟那个差了一点。但是这个免费嘛。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就会到横道河子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，就是中东铁路博物馆的机车库展示区。因为实在太冷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快速逛一遍这个博物馆。好像很多都是以前废弃的那些铁路啊。我现在被改成博物馆。有一个火车，不知道什么型号，感觉像上世纪的那种火车。你们知道当天的天气到底有多冷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水，看结冰了，看得到吗？还有冰块呢。本来是瓶温水来的，你看这有多冷。你看冰块。天要黑了，感觉更加的荒凉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现在才3点多，不到4点。就横道河子现在，哎呀，摔了一跤。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，看到人就想要往身上撞。耳朵都冻红了，大概是冬天太冷的缘故吧。你看这毛就要看
除了有一些比较热门、有比较不能逛的地方的话，它这里的很多房屋都拿来出租了，已经没有人住了，还卖房。新房出租，太冷了，所以大家估计想要去暖和点的地方吧。要是没有游客的话，这里就更少了，因为没有出租的就很多都是民宿。民宿，这也是民宿。没想到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才找到那个真正的所谓的半山腰的所在地。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傍晚了，我们也打算上去看一看，能不能拍到一个好看的照片。天哪，连这种牌子打一个就要收2块钱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横道河子的景色怎么样呢？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视频，还希望大家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